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史蒂芬·巴克斯特科幻小说《最后的联系》作品荣获2008年雨果奖提名。3月15号，凯特琳走进了住所，她的母亲莫林正在家里忙碌着。母亲说道：“新闻里又有新消息了，最近又发现了一个外太空超文明，这是今年发现的第15个超文明了。”凯特琳并没有说什么。莫林知道女儿为何回家，因为先前女儿已经暗示了她，女儿会以某种方式来亲自宣布大撕裂的消息。之后母女二人聊着家常，凯特琳说道：“一会儿我将会出现在广播中，电台会播出关于这个大撕裂的声明。我身为天体物理学家，随后会参与讨论。夏威夷天文台已经证实了它的存在，我已经见过哈勃拍下的新图片了。那深邃的天体场，除了前景物体，空无一物。本星系群外的所有星系都已经不见了。看见预言这样变成现实，实在太可怕。妈妈，大约10月14号就会发生了。”女儿看起来瘦弱、苍白、紧张，是真正的上班族的模样。莫林一直就认为女儿为物理学投入的精力太多了。他告诉女儿：“时间和你猜想的差不多，我们知道也没什么用，什么也做不了。”凯特琳抬头望着天空，她告诉母亲：“天空之中，肉眼还是什么都看不见，只能看到仙女座星系，但这还是在银河系引力的作用下。虽然膨胀还没有达到肉眼可见的程度，现在还完全靠仪器和望远镜，但它确实是存在的。我将在电视台对它做出解释，努力找到让人们理解它的方法。妈妈，你知道吗？这和暗能量有关，它就像是渗透到整个宇宙的无重量场，像引力把所有东西都聚到一起那样。暗能量把宇宙拉开，越拉越远，直至光线也不能抵达我们这里。它从宇宙最大结构开始，星系中的超星系团，到最后它将进行到最小层次的结构，所有层次的结构都将被撕开，甚至原子、亚原子、粒子也不能幸免于难。这就是宇宙大撕裂。几年前我们就知道这个事情了，我们没想到的是这种膨胀会加速。开始我们以为需要1万亿年，后来预计的是数十亿年，而现在……可笑的是，现在我参与这个事情，妈妈，要上电台做节目。我从来就不善于和人打交道，我只不过是个天体物理学家。我曾经以为自己所研究的一切完全不会影响人们的生活，就是否公布这个事情，已经争论了很多次了。母亲说道：“末日虽然比较棘手，但我认为人们还是有知情权的。节目可以放在晚上9点之后播出，那样的话，家长们就有时间考虑如何告诉孩子们。你觉得呢？”女儿回答道：“我想我们会公布的，试图让人们明白这件事的意义。”此时凯特琳的电话再次收到天文局的信息，信息显示又收到一种信号，与前15次都不相同。也许是这第16个超文明发来的讯息，但目前已经来不及对其进行破解。6月5号，凯特琳的电话又响了。她检查着屏幕，现在每天会响4到5次，但在高峰时期，新的外星文明讯息以每天10几次之多被人类接收到。不过现在讯息已经大大减少了，大撕裂已经进行到星系范围，而人类已经对疯狂接收到的外星文明讯息失去了兴趣。曾经凯特琳的朋友哈利耗费了一生的精力在寻找地外文明，在毫无成果让人沮丧的观测结果后，哈利离开人世了。这不禁让如今的凯特琳发出阵阵感慨，哈利一定非常乐意见到如今的情景吧。虽然人类并不能理解这些信号是如何抵达地球的，人类也只是在近些年才开始研究暗物质。想必这些发送信号的文明是一些更高级的文明，在很久以前就探测到大撕裂了，这就使得他们有时间发布信号。也许这些信号
是被设定好时间发送到这里的，或者就在这一切都结束前专门发给人类的。凯特琳回到了家中，她告诉母亲，有大量的地外讯息涌来，但信号内容我们无法破解。母亲平静地说道，我认为不需要破解这些信息。凯特琳好奇地看着她，说道，妈妈，大撕裂是按照等级逐渐向下进行的，因此越大的结构越先被撕开，先是星系，然后是太阳系，然后是类似于地球的行星，然后是人类。人类可以做到的，也许仅仅多争取30分钟，直到原子结构被撕开。我们目前正在建造一种地球解体后还能幸存下来的掩体，我猜类似于潜水艇的装置。设计目标是坚持到最后1个微秒，这又为收集数据争取到了不少时间。他们已经邀请我进入那个掩体，你会去吗，妈妈？母亲说道，我还没有决定。10月14号，那天莫林很早就起床了，开始在花园里面忙碌起来。就在此时，天空的亮光不见了，只见太阳快速地移动着，带走了天空中所有的亮光。在亮光转为灰色、木炭色之后，世界完全暗了下来。在他惊恐之时，女儿凯特琳来了。母亲说道，太阳在预计的时间里不见了，一切都在预计时间里发生了，你为什么不去掩体那里？凯特琳的声音中有一丝苦涩。我的身体中有一个天体物理学家，也有一个女儿的身份。我们斗争挣扎，很多人都去了掩体，而我想陪着你，看着全过程。作为科学家，这也许是我最好的选择。凯特琳拿出了一个小球，告诉母亲，这个是做航天飞机隔热瓦的材料，能吸收大量热量，在膨胀进行到厘米级前，它可以一直记录数据，直到大撕裂会使球体爆裂，然后会释放一种更小的传感粒子云。这种基于纳米技术的微粒子传感器，在膨胀达到分子范围前，还会一直收集数据，在这个球解体之后，还能持续大约1微秒。在那以后，就再也没法继续收集数据了。莫林看着这个小设备，不禁为它的高科技而好奇，但想到那些采集的数据最终将无人问津，不由得发出了感叹。凯特琳说道，有些宇宙学家认为大撕裂只是一次演化，而不是终结。宇宙以前就经历过多次演化，比如从由射线主宰的时代演化到由物质主宰的时代，我们的时代。可能在由暗能量主宰的新时代还会出现某种生命，可是那些生命再也不会有人类的踪影。说完后，历史终结的一刻到来了，大地颤抖起来，地球深处发出巨大的声音，四周的警报声和哀嚎声混成一片。凯瑟琳说道，妈妈，还有最后一件事，你说过不需要破解这些外星文明发来的信号。莫林说道，是的，不需要。我一直觉得这些信号的含义很明显。莫林努力想要回答，但呼啸的声音掩盖了一切。大地崩裂了，地表被掀起，飞到半空中，地底喷涌而出的熔岩照亮了一切。莫林瞥见房子、树木以及人们都飞到了空中，隆隆的轰鸣之中，地球上的一切生命正在走向终结。莫林大声叫着，那些外星信号是在说再见，但是他不敢确认女儿是否还能听得见。